我是侯佩岑。谢谢节目组邀请我，这个节目从第1季我就看了，超喜欢傅航的，他给了我很多的自信。去年侯哥火了，今年换侯姐了。今年呢，我参加了《乘风破浪的姐姐》，大家都说我情商高，爱客套。可是我真的没有。我今天来到这里是非常非常的真诚，因为我很喜欢这个节目，很喜欢这些选手，也非常喜欢周星驰先生。以上3句有2句是客套的，你们猜是哪2句？今年在《乘风破浪的姐姐》，我们在户外录制嘛，所以我们都会到，比如说各个地方，海滩啊、高山啊。我曾经在昆仑山上唱歌，海拔好高哦。高到比我的情商都高。然后我跟这个罗雨彤姐姐还有一个舞台，我们就在昆仑山的山顶上开车，很潇洒，对不对？大家还管我叫昆仑山车神。但是为了画面好看，让我要保持匀速20迈。20迈耶，那个陡坡溜车都不止20迈。但导演跟我讲，他想要拍出一种末路狂花的感觉。我想说，什么狂花开20迈啊？感觉这种狂花就是在末路上会等红绿灯，这也太礼貌了吧！不愧是我侯佩岑。参加这些节目真的给我收获很多，尤其是姐姐们给了我很多的温暖，我们互相托举，也有很多的力量。像我的好姐妹管乐，她不仅托举了我，她也在拉票的环节把我抡了起来。女性的确是非常有力量，特别是上肢力量。像我长这么大，我也是第一次在宿舍里面过集体的生活。那宿舍的生活非常开心，跟姐妹们一聊就会聊到很晚。为了不耽误第2天的这个排练，我们都有给自己约法3章：1、12点以后不要聊天；2、1点之后不要聊天；3、3点了最多聊到4点。你看吧，中年人真的较少。参加节目之前，我其实有很多的顾虑。好在我家里人对我很支持，我的2个孩子也会看我的节目，就学着节目里面的姐姐叫我姐姐。他们还会帮我编舞，在地上翻了2个前滚翻，跳起来说：“妈妈，你能跳这个吗？”我一直很难拒绝别人，但好在孩子不是别人。我跟他们说，这个妈妈的确是做不来，女性可以托举，但尽量不要翻滚。40+的妈妈有再出发的勇气，但是40+的妈妈也有一些腰肌劳损。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机能会下降，但是我们不要轻易否定自己的可能性。我录这个节目真的很开心，而且我还获得到一个幽默大师的称号。这个称号我就真的受之有愧了，因为在我的心里，幽默大师的门槛很高的，比如说郭德纲老师、周星驰老师，还有马东先生。这里面有2位是真正的幽默大师，你们猜谁不是？你好，郭麒麟，听说你认识郭德纲老师，对不对？还凑合啊！可不可以麻烦你把刚刚那件事情告诉他，让他可以安慰一下马东？对，你告诉他，他不是。最后，今天作为气氛组，也请各位选手相信我的礼貌。我不仅可以没苦硬吃，我也可以没梗硬笑。我都47岁了，还可以乘风破浪，大家也别怂。希望今天大家都可以有很好的发挥，突破自己。发挥的不好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相信自己，你们一定都可以活到47岁的。加油！感谢大家，我是祝福大家长命百岁的侯姐侯佩岑。好，我是侯姐。
哎，朋友们又见面了，真的。哎，我去年上完节目过后啊，一直在全国各地巡演我自己的专场，大家有看了的吗？看了，没有看的不好意思，收官了哈。其实现在就是演的越多啊，我这个越容易暴露自己没有文化，真的。我是一个中专生，很多时候呢多多少少有点自卑啊。去年专场演了有30多个城市，现在专场演完过后有一个环节，大家应该知道是吐钱环节。就是先写上观众的名字，后面写一句祝福。这个环节我在全国各地演的都很顺利，直到我来到了上海。我搞不懂哈，你们上海怎么每个人都有个英文名？我英语真的很差，写都写不来，真的。那吐钱环节啊，站在那儿，简单的什么 Amy、Lily， 我还可以猜一下。但你要是跟我说 Amy， 哎，我真的迷离，我云里雾里，你知道吧？有一次，个观众跟我说，他说我叫索菲亚。当时我的笔尖杵在那个纸上，杵了半天，我写了个 so。我又不想让他觉得我很没有文化，我就问他，我说你那个索菲亚的索，该不会是误将上下而求索的索吧？我真的很恨我自己，真的，因为明明我家里的衣柜就是索菲亚的，怎么平时晾衣服的时候我就没有多看几眼它是怎么拼的，你知道吗？那天我回去看了，写的就是索菲亚，3个汉字跟我写的一模一样，真的。哎，我英语这么差，去年还去国外巡演了一圈哈，现在也算是国际演员了啊。走了一大圈。其实我第一次一个人去澳洲的时候，心里真的很紧张。一落地被一个白人警察拦下来，盘问了我好多问题啊，我一句都听不懂。当时把我急的，我说不晓得，听不懂。他直接给我翻了个白眼。我第一次看见一个白人的白眼，全是白眼人。但是我才反应过来，我是不是有点太自卑了？我明明都会说 no。然后他后面问我什么问题，我都说 no no no， 最后把警察的 no 笑了。警察说哈哈哈，it's okay。我觉得一点儿都不 OK， 因为我从他那个 harm 里面，我就听出来了，他觉得我是一个不会说英语的小可怜。我当时一边往里面走，心里又觉得有点羞耻，但电光火石之间，突然有一句英语就传到我脑子里面，我转头就问他。我说 Can you speak Chinese？ 他说 No。我说It's okay。我一个中国人，我为什么要会说英文？但我好像经常因为这个自卑啊闹一些洋相，真的，我就想起来。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那是我第一次出洋相的时候，16岁，当时正在准备中专毕业要实习了，我毕业于成都汽车职业技术学校的学前教育专业。朋友每次听了都问我，你是教的是汽车人吗？是。所以你们也很容易想到，我毕业过后很难找工作，我当时就决定自己给自己找一个中专对口的工作，我就去了5星级酒店里面端盘子。那天到了后厨啊，很快就领到了人生当中第一套工作服，是一件白衬衫。我当时打开看，我觉得自己都要当上白领了。我一看衬衫 S 号的，真的白领了。而我根本就不好意思给别人说，就不敢提要求，说你能不能帮我换一件，因为我是一个中专生，我们的校训就是适应社会，适应社会。那个衬衫我穿了10分钟，社会真的很难适应，勒得我根本就出不赢气，你知道吧？那个扣子从上往下扣到一半就扣不上了。我一看，这不就是个车标吗？奔驰。后来我费了9牛2虎之力，终于把那件衬衫穿上了。我一照镜子，妈呀，米其林！主管就开始训话，当时现场有6、70个人，我站在第1排。主管说：“来来来，大家都看我啊！”就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打了一个巨大的喷嚏，大家一下就都看我了。
这个喷嚏有多大啊？我当时打完直接把我打到第2排了。与此同时，我肚脐眼上了一颗扣子，像上了膛的子弹一样，啪的一声就崩出去了。哇，那一瞬间世界都安静了，只有我的肚脐眼在说：“哦，天亮了吗？”有一瞬间，我真的想过把这个事儿赖给别人，但我发现已经来不及了。主管捡着那个扣子，径直朝我走过来。他说：“这是你的扣子吗？”我说：“这是我的肚脐眼的盖子。”全场轰的一声再次炸场。我没有想到我的幽默让我更加丢人现眼，现在还是肚脐眼，你知道吗？朋友们，16岁的我也曾是少女。那天是我第1天在这个社会上登台亮相，我当时简直衣衫不整又整不了衣衫的，你知道吗？那一刻我在捧腹，别人在大笑。那个主管跑过来问我说：“你那么一大堆大号的，你为什么不管别人要一件？”我说：“我不敢。”他说：“扣子都敢崩，你有什么不敢说的？赶紧去洗衣房里面拿一个3到5个叉吧。”我还是很难受嘛，一路我边哭边跑，还有捂着晾在外面的肚脐眼，在楼层里面穿梭，我就是，我真的很像一个赶着去被杖毙的宫女一样。进电梯我还要喊一声：“帮我按一下，谢谢。”对面的人根本就没有犹豫，直接一巴掌按在了我的肚脐眼上。就他这个理解能力啊，我就知道他应该是我的同学。换好衣服过后，我真的没有勇气再回去面对所有的人，我都等到他们散会，我才敢鼓起勇气推开后厨的大门。当时推开过后，那个空间里面只有2样东西，一个单词就能概括 ：excuse me。后来那个导演跟我说这是2个单词，我就说了我英语不好啊。但其实那颗扣子我一直留到现在了。后面呢，我也干了大大小小10几份工作，然后也出过一些不少的洋相。但每一次在敏感、羞耻、尴尬、自卑找不到解法的时候，我都会把这颗扣子拿出来安慰一下自己，给自己说一声好 ，It's okay。谢谢大家，荣誉。嗨，大家好，我是黑灯。准备好进入黑灯的世界了吗？那关了吧，看见是吧？哎，朋友们，遇到过那种情况吗？坐高铁，一上车发现你的座被别人给占了，挺常见的，对不对？我遇到过一次，啊，不给残疾人让座，跟残疾人抢座，是吧？高铁的座位还有一个很贴心的设计，你们可能不知道。买票选 A、B、C、D 那个页面会弹出一个提示框，说系统给您安排了残疾人专属座位，是否接受？见过吗？没有也没有关系，以后办了残疾证自动就会弹出来啊！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有机会啊。第一次看见的时候我还挺感动的，人文关怀嘛，对不对？接不接受？肯定接受啊！有便宜不占王八蛋也都。点完接受，他给转圈加载，转了半分钟，说卖完了。系统给您安排了其他席位，祝您旅途愉快。谁还能愉快？你没问我之前，刚才老子挺愉快的。我说天儿不错，出去溜达一下。一出门碰到一个大哥过来拍我肩膀，小伙子，我说咋了？他没事，哥提醒一下你残疾，拜拜。生活愉快。现实生活中没见过这种人吧？活不到成年，挨打最多就这样的人，是吧？跑到你跟前都是，哎，巧克力吃不吃？巧克力，我爸从比利时带回来的，比利时的全世界最好的巧克力，要吃吗？要吃，让你爸出国买。巧克力叫 chocolate， 谁要吃你的巧克力？我有我的统一春福无糖茶。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不用出国，想喝哪儿都能买到。你就说你想不想吧？你肯定想，赶紧去买，别等了，视频暂停一下。
现在就去，我等你啊。那天我就没有买到那个残疾人专座，就是一张普通的票。一上车发现还被人占了，我是 D 嘛，那人坐在上面，我就我说是不是搞错了？我刚想张嘴问他，他先发制人，他说你坐那个 C， 就那个笃定啊，那个不容置疑，你坐那个 C， 我就怀疑我是列车长，他是什么人？凭什么命令我呢？对不对？你跟我商量一下。不用真商量，有那个意思，语气到位了就能接受。你能做那个 C 吗，小伙子？能。你做那个 C 就不能了。但这都是事后复盘。就电光火石那一瞬间，脑子根本转不过来，哇，被那个鸡眼震慑住了。你做那个 C， 我说好。一坐下就反应过来，说啊，凭什么听他的呢？对不对？气了一天，吵架没发挥好，就很生气。到晚上约朋友吃饭，到吃饭反应过来了，我说我可以蒙他呀，我说 D 是残疾人专座呀 ，disabled。就应该坐在地上呀。哦，下次再遇到这种，我就跟他 battle， 我说你自己滚到 C 上面去，我就要做我的 D。D 是残疾人缩写，上过初中的人都了解。难不成你是个玩说唱的老铁？我那朋友说，残疾人缩写那不就 C 吗？次安残，你做了 C 没问题。次安残脑子又没转过来，是吧？我说照你这逻辑，我做 B 也可以啊 ，blind 坐在 B 上面也非常合适。他说让你做 A 也能做，我说 A 怎么也能做？他说大家看你第一反应就是哎，残疾人来坐。后来真的买到过残疾人专属席位，就是16节车厢，有大概2节里面有无障碍厕所，在那节车厢的第一排。那个地方确实宽敞，第一排你发现没有？也很好找，就是大家放行李的地方。哎，一个坐轮椅的，对不对？非常期待今天残疾人专座，咔咔咔一进来一看，什么意思？跟箱子挤一挤啊，让残疾人看行李。不怕他偷啊，确实是啊，他偷了他拿不走。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第一排是离车门最近的，能理解吗？行动不便，一进来就到了，这个确实很合理。但是卖票那个页面上的问题，那个弹窗到现在没改，5、6年了，一行代码就解决问题了。你把这2个步骤的顺序前后换一换，你别上来就舔着脸就问你说，哎，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你先回家翻一翻你库存，你找一找我还有没有就。有你再出来卖啊，对不对？没了小嘴巴就闭起来，是吧？你说微信群里的红包抢完了，是不是就应该把它撤回去？还点击详情，谁想看谁抢了多少钱？我没抢到，我就不想知道了，对吧？体验很差，真的啊！祝你旅途愉快。祝的一般都是你没有的东西。祝你旅途愉快，说明他也知道我生气了，他不在乎，我就去投诉了。第一步身份验证就卡住了，他要我在6张图片里面找向日葵。没有办法了，是吧？事儿很小，但是，确实体验很差。我确实没什么办法，我就讲个段子，就当笑话这么一讲，你们就听，对不对？但是产品经理，你不要就当个笑话听啊，你走走心好不好？你当个事儿办，对，能不能改？能，肯定能改。你现在就去改，别看了，视频暂停一会儿。你不改，我会一直盯着你。黑灯 is watching you。讲到这，谢谢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勇。我们从这个黑灯的说唱世界里面来到我口音的世界，好不好？我是这个来自云南的这个哈尼族，因为我是少数民族嘛，所以从小讲这个民族话，我的普通话很差。但是大家敢相信吗？就我这口音，我大一的时候居然敢去参加我们学校的演讲比赛。我当时去到后台，前面的演员讲得太好了，普通话太标准了。我当时在后台上想了呀，我今天唯一能赢的一种方式是，让评委把我认成外国留学生。所以我上台这个疯狂学那些留学生说话，我甚至为了拿高分，我学他们喊“我爱中国”。而且我这个哈尼族是生活在一个去年非常火的一个山区，叫哀牢山区，大家刷到过吗？对，网上说哀牢山很神秘、很恐怖之后火了，很多人就翻消息来问我说：“真友能不能带我进山？进山是不是不要钱？”我说：“是的，我们那里进山是不要钱，但是救援要钱。我们那里的 GDP 现在就靠救援队拉动啊。”所以因为是山区，所以我这个普通话很差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小时候老师的资源非常落后。我普通话那么好，要感谢我的小学语文老师，他身兼多职，他同时是我的数学老师，我的副校长，也是我的大姑爹。大姑爹就大姑父的意思。他没上过什么学，就来教我们了。就你们遇到过一种情况吗？就是老师跟同学一起解题，同时解不开。啊，这道题被侯佩岑老师解开了。我都怀疑他不是来教书的呀，他是来跟我们一起复习啊，因为他也想考初中呀，我感觉。但是他比你们的小学语文老师伟大多了，因为他的确做到了，把毕生所学都教给了我们啊。哎，这其实就是我们学校的那个环境也非常差。我们学校就在那个村子里面，旁边是村民养的那些家禽家畜。小时候大家也做过那个鸡兔同笼的题，我们都不用算，我们直接出去数。但我数了很久，告诉大家一个正确答案：鸡和兔真的很难同笼啊。这动物根本关不住，它跑进来学校里面捣乱。有一次，老师在黑板上面解题，有2头牛就冲进来了。我们说老师牛啊牛啊，老师说谢谢谢谢。但是他转过来之后发现情况不对劲，他要立马紧急停课，假装赶我们走，让我们回家。但是我们一个学生也没走呀，我们想看呀。所以这么跟大家说吧，我小时候云南半步都没出过，但是我在现场观摩过西班牙斗牛。所以小时候一直感觉我一直跟动物生活，这给我留下了那深深的印象，以至于我长大之后去酒吧，我那个逛山园的游戏都脱口而出。啊，记得有一次喝酒醉了，别人问我动物园里有什么，我说有教学楼。他说没有，我说有大姑爹吧。教材也非常落后，教材是一代代传下来的，他们会在上面乱涂乱画。我印象深刻的一个教材，课本上齐白石的虾，到我这里的时候已经在约压锅里了。他们还把课本上所有人物的这个眼睛涂掉，就抠掉，就是人家齐白石画虾，他们把齐白石画虾。后来终于情况好点了，终于有个师范生来教我们编家了。但是师范生的这个师范老师的生活更艰辛，他要去跋山涉水，去县城运输一些物资回来给我们。就比如那个方便面，小时候在我们那里很稀缺，方便面，在我们那里很稀缺，它甚至都不是一种主食，而是一道菜，很美味的菜呀。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吃那个方便面配米饭，每次吃完我感觉幸福的头昏眼花。现在我才知道叫晕态啊！有次也很生气，老师给我们带来了4种不同口味的方便面，那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4菜1汤。
所以吃的很艰难。我们少数民族是吃那种野菜、野果。有一次我就把我家的野菜给老师吃了，老师说真有，这野菜真的能吃吗？我说老师，这野菜当然能吃呀。我们哈尼族祖祖辈辈吃了3000年，把自己吃成了少数民族。但是我们现在边疆条件好起来了啊，赶上了时潮，还喝上了新上市的统一春福备茶，采用山活工艺啊。边疆人民还是不太适合接商务，好好做喜剧吧。但是对于当时的老师还有个特别难的点是洗澡，我们都是在河边洗，但是他不好意思跟我们洗，他就要跑去深山里面洗。每次他跋山涉水去，跋山涉水回来，相当于白洗啊。但每次他往深山洗的时候，我们很担心他呀，担心他不熟悉路危险，更担心他太熟悉路了。就走出去了，再也不回来了啊！所以很多人不理解，这么条件艰苦下，有的老师坚持了半个学期，有的老师坚持了1个学期就走了。这个老师坚持了3、4年，后来我们才知道，他跟学校签了5年的劳动合同。不过这个老师特别好，他坚持了6年才走的。老师还特别好，走之前还跟我说：“曾永呀，我特别看好你，你一定要努力走出前面这座大山。”我说：“可是老师，走出前面这座大山，对面是越南。”那我今天想在这个舞台上跟老师说，欢迎老师回到我们边疆。现在我们那里有洗澡的地方了，我大姑爹也退休了，欢迎你来当校长啊！校长，下次啊！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Nora 啊，非常高兴过来这边。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现在呢在自己创业。那现在我们公司情况呢就有好有坏啊。忙的时候我给我老公发信息，他很久才会回。现在公司的情况怎么说呢？他会秒回。公司压力真的很大，我觉得自己好像都患上了手机焦虑症，就是我看到消息就想回复。有一次，我跟老公生气，因为我刚问他什么时候回家，他没回我消息，先回了家。而且我现在看到微信上那个小红点啊，我也很受不了。我爸给我看我小时候的照片，我很不耐烦，我非常想马上把我额头当中那个红点给抠掉。代沟朋友们，为了借手机呢，我试过很多办法啊，在飞机上没有信号，我想太好了，我可以看10页书。没有，我 P 好了10张照片。终于去年呢，我做了一个决定，我去了一个10天的冥想营，它在东南亚的一个岛上，10天手机要全程上交，不能讲话，只能吃素，也每天都要冥想。其实我呢就想去借手机，我妈问我啊，你为什么要去东南亚啦？我说妈妈，图个清静。我妈说清静，根本你去嘉定呀啊。我说妈妈，冥想就要去个大家都不认识的地方。我妈说跟你去王明霞阿姨家呀，啊，王明霞是谁？你看你不认识的呀。好不容易买到机票了，又遇到的新的情况，就是那个飞机啊是早上9点的航班，但是8点呢有台风会登陆浦东机场，别人都退票了，我不退，我硬飞。我想万一呢？万一该飞的时候，机场正好在台风眼里，不就可以飞了？我老公知道我要去机场啊，说了一句预言我未来的话，他说：“老婆，你真勇。”终于到了冥想营，我的身体变得很奇怪。工作人员让我交手机，我的手往前伸，人在往后退。我没想到这手机啊有后坐力。那一刻，我甚至感觉我交出去的不是手机，是我的肺，因为我都快不能呼吸了。工作人员很同情地看着我，点点头。我走到角落，叹了口气，掏出另外一部手机。谁没有2个肺呢？在被警告要被赶出去之后呢，我真的过上了没有手机的生活。不得不说，戒断反应很严重。
第一天晚上是这样睡觉的，第二天、第三天，我的室友退出了，他说他的室友有羊癫疯。白天冥想的时候，周围都很安静，但我脑子里面一直在自言自语：10天不看手机，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3体人会攻打地球吗？可能会。马斯克和特朗普还是好兄弟吗？可能不会。拉布布会涨价吗？肯定会。我为什么要来借手机啊？难得休假，我应该在别墅里面唱 K。我好想吃银龙鱼，我在脑中研墨下笔下4个大字，我说还我手机。朋友们，没有手机只能冥想，这个过程很痛苦，我也想过要放弃，身边有很多人退出，但我还是坚持到了最后，因为中途我悟了，冥想营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冥想吗？不是赢。冥想营都结束之后呢，我也没有马上去拿手机啊，我找到了主办方，我说谢谢你们，这10天我放下了手机，放下了焦虑。最后想问一下啊，证书哪里拿？他们说没有证书，我当时就急了，我说没有证书，这怎么证明我放下了呢？我感觉我一下子又拿起来了。我拿起手机，果然看到很多消息，很多朋友呢都很担心我，连发好几条，说怎么了？给你打电话关机，要帮你报警吗？3条之后就没了下文。我感觉我放下了手机，而他把我放在了回忆里。工作群里面呢也很太平，10天没有回消息，居然完全没有耽误。看到这里，我更焦虑了。我马上开始回复所有的群聊，直到682个红点都没有了，我才感觉到这10天从来没有感觉到的平静。那一刻我发现啊，我可能就是喜欢这种忙碌的感觉。会焦虑是因为我内心很羡慕那种非常松弛的朋友，但也许 love and peace 就是接受自己、爱自己的状态，内心才会 peace。所以朋友们，我也不会去冥想营了，我最多只会去王明霞阿姨家。谢谢大家，我是 Nora。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数。最近歌手挺火的哈，我前段时间也去歌手了啊，我割的是右手，在做饭的时候，不小心割伤了右手的大拇指啊，当时流了很多血，就赶紧缠上纱布跑到医院。但是在急诊里，如果你伤的只是一根大拇指的话，你就会看起来很像是在幸灾乐祸。真的，那里面有很多打着石膏的、坐着轮椅的从我旁边经过，我就在那儿。50步战100步啊，真的是。去挂号的时候血还没有止住，而我这个人呢，在受伤了之后会变得非常的容易撒娇啊。我当时就想，能不能先去看了再来挂啊？就在那儿跟护士讨价还价。我们俩就像那种玩具店橱窗门口的母子。我说让我先去看看，让我看看吧，让我看看吧。然后他就不耐烦了，一句话让我老实了，他说那你去吧。你看他让不让你看？排队很慢啊，但问诊的效率很高。那医生当时就看了一眼，就说：“哦，你这个呀，我处理不了，你去那哪儿，那儿能帮你缝一下。”然后就把号给我退了，把号给我退了。我就说先看再挂号嘛，没人听。然后就只能又打车又排队又挂号，晚高峰真的非常的堵，我的血管也非常的通畅。到时候我说医生，我这个手指割伤了，上一家医院说他缝不了，让我来这儿。医生说啊，哦，那我应该也缝不了。他当时连看都没有看，直接就说他缝不了。我当时直接就忍不住开始鼓励他。我说他缝不了，你就缝不了了吗？他说你缝得了，我也觉得你缝得了，你试一试呢，你试一试，没有关系的。那医生也非常不知所措，活了几十年没有经受过这种鼓励式教育。但最后还是勉强的答应接过我的那个手指啊，拆开那个纱布。
我把号给你退了，我真不会。然后他开始拿着我的拇指开始给我解释为什么。他说：“你看，你这个手指上的伤口啊，现在已经分开了，你看到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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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你别弄了，你再这么弄，下一家也缝不了了。”我当时就心想，我说怎么回事啊？怎么跑了2家医院都没能缝上？哎呦，我这个手可真是生不逢时。而且2家都是挺好的医院啊，都挺好的医院。我就想起网上之前流传那句话，叫什么“世界是一个草台班子”。很多人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都会说啊，我被治愈了，我被治愈了。我没被治愈。我被拒诊了。我当时看到那个科室里摆了一些书啊，我就在想啊，我现在自己开始学医，我来不来得及啊？来不来得及？来不及，因为看书没办法翻页啊。然后接下来又是同样的环节，开始给我介绍下一家医院。我那天晚上我看了一个，给我推荐下一个；看了一个，给我推荐下一个，在这猜我喜欢呢。我当时就看着自己的手，我说：“这是一根大拇指吗？这不就是一根接力棒吗？流着血一个一个往下传，4×100cc 接力。”上车的时候我都想跟师傅说：“我师傅开快点啊，最后一棒了。”到了第3家医院就真的很不一样，非常专业啊，一点都不草台。刚进门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尤其那个保安最不草台了。不让我进去，因为我当时着急啊，我走了近道，他说必须原路返回，走安检通道啊。我说安检通道，我现在这个样子还能伤害谁呀？对吧？我知道安检通道是为了检查一些管制刀具，对吧？管制刀具，我不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刀具才来看其实。还要检查，对吧？还要检查，对吧？然后，但是医生的确比较专业啊，医生非常专业，给我提供了2套治疗方案。第一套是手术缝针住院，第2套是回家自己愈合。我说啊，第2套是什么？我夜里在高架上跑了一圈，第1家医院说第2家能缝，第2家说他缝不了，第2家医院说第3家能缝，第3家说不用缝。我说你们要不先开个会呢，对吧？是怎么得出这种截然不同的结论？医学生的教材也分人教版和苏教版吗？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不缝的话会怎么样？他说不缝的话呀，伤口就会长好。我说啊，多新鲜啊，对吧？然后我就又问他，我说这个缝了的话会怎么样？他说缝了的话，伤口就能长得很漂亮。我说很漂亮，是要给我缝一朵花吗？到时候我就是一手玫瑰。而且我不知道我手上的伤口长得很漂亮有什么用啊？然后以后跟人发生争执的时候，我直接扇他一巴掌，他说哦，漂亮，是吧？然后我就又问他，我说那不缝的话有多大概率能长好？他说大概80%吧。哎，我一听，我说那是不是差不多就是一定就能长好啊？他说不是，还是有20%的概率长不好啊。20%是什么概念啊？20%什么概念？就是1/5。1/5是什么概念啊？1/5什么概念？他一直在考我，考我约分呢，在这儿。然后他为了能给我讲明白，还给我举例子，举的例子也非常的有针对性。他说1/5呀，就是你一只手啊，其中一根手指受伤的概率，它就是1/5。我说啊，真的要举这么生动的例子吗？但突然被他说的感觉1/5非常大，但接下来一句话，他让我觉得1/5很小。他如果你要手术缝针住院的话，需要1万多块。我1万，远大于1/5。我说不缝了，不缝了，不缝了。但你不缝的话，需要在那个病历上签字确认不做手术。
我真的很残忍，杀人诛心啊，就是放弃治疗大拇指的责任书啊，他需要大拇指亲自来签。讲理吧，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为。我也是个淡人，清淡的广东人。我们家有一位很封建的传统女性，她受教育的程度不高啊，人也非常的迂腐。她就是我6岁的女儿。她有一个过家家套装啊，就包括什么锅碗瓢盆、洗菜盆、烘箱，一应俱全，就是一个塑料开放式厨房。我最烦这个玩具，因为我女儿每天一放学就在那里洗碗做饭，我看着就来气。我心想，你在练习什么啊？没掌握四舍五入，先学会3从4德。经常捧着一堆塑料食材，就过来问我要吃啥，还吭哧吭哧做半天。我假装吃掉，他又屁颠屁颠去洗碗。我一想到他以后这样伺候他那个死鬼老公，就很崩溃了。我感觉这个小孩思想太落后了，他都不知道外面现在有多少姐姐已经很努力的争取到了不用洗碗做饭的自由，他自己一上来要开倒车。你说咋办？你有没有什么培养事业型女性的游戏？比如来一个大富翁的女生版大富婆，在这个游戏里面，她走到哪里，租金就收到哪里，她不用成为任何人的老婆，但会成为所有人的包租婆。想想就开心，但可惜没有大富婆，最后只好给她买了个塑料洗碗机，少做一点是一点吧。就我发现他思想传统以后，我开始留意到更多的蛛丝马迹。他现在最好的一个朋友是他班上的一个男同学，小男孩叫天天。女儿有一天跟我说，想跟天天结婚。我问为啥，他说因为天天是班长。他才6岁，择偶的第一标准，他居然是有编制。还说想搬到天天家去住，每天给他做塑料饭，长大以后再嫁给他。我说当同学还不够，还要当童养媳。他不管，非要去天天家玩。没办法，给他穿袜子穿鞋。他还在那里抱怨，他说爸爸这个袜子好紧。我说我裹的就是你的小脚。我是觉得整个环境和文化里面会有很多刻板的观念会影响到他。我女儿她从3岁开始就坚定地认为，只有女生才可以穿粉色，男生才可以穿蓝色。我只要穿粉色衣服，她就会嘲笑我：“爸爸，你是女孩子吗？”我说我不是女孩子，我只是闷骚。我就是很担心这些刻板的观念会限制到她，总会有人告诉她。你要温柔听话，长大以后找一份稳定清闲的工作最后嫁个好老公。这是在干嘛？难道我就不配拥有一个言论犀利、事业全面开花、不依靠男人的女儿吗？难道我戴维就生不出一个杨天真吗？这里面我最讨厌的就是教小孩子听话。我就跟我女儿说不要别人跟你说什么你就做什么，你要独立思考，要反抗父权，听懂了吗？她说好的，爸爸。我说反抗父权，她说好的，老登。看我干嘛？我是真的很希望我女儿可以受到更多优秀女性的熏陶，我甚至都想怎么去改装一下她的房间，墙上贴张伟丽的海报。空调换成格力的，书桌上面永远摆一瓶老干妈。我还给他看《冰雪奇缘》呢，就艾莎是迪士尼里面第一个没有嫁给王子的女主嘛，他很喜欢但是没看懂，只看上了艾莎的裙子，说要穿给天天看。
气死我了。但至少他开始穿蓝色，就是得一点一点给他观念掰过来。我下一个入手就是他最爱的过家家。他之前这么爱玩，就是因为我一直给他正反馈，每一次都夸他啊，好好吃，宝宝好棒，一点都不符合现实。我应该给他一点现实主义的反馈。下次他刚把饭端上来，我一巴掌给他拍掉，怎么又是这几个菜？上班养你这么辛苦，就给我出塑料蛋炒饭，没有锅气。做的全是聚乙烯，一点都不偶乙烯。然后女儿就受不了了，那做饭太难了，我要跟天天玩过家家。没事，让他来当老公，我带你们玩一个非传统的过家家。天天刚一来，我就开始阴阳他，老公不做饭，这个家还叫家吗？然后我再告诉他，你进了我家的门，就是我家的人，以后你是跟我们家姓戴，好好表现啊，做饭不要切到手。天天带过来的奥特曼也可以用来扮演他们的小孩。天天走的时候忘记带走，女儿就问我，哎，要不要给他送回去啊？我也会说不用，这就叫去父留子。最后，我想跟我女儿说，我不是想要你按照我的想法来生活，我只是怕你被限制住了。就比如像衣服这个颜色这个事情啊，你可以有自己的喜好啊，但你得知道，男生也可以穿粉色。而你，我的女儿，当然也可以穿蓝色。谢谢大家，我是戴宇。大家好，我是陈明飞啊。我的祖籍是在农村，然后我们村主要是种花生，但我这个人呢，花生过敏。其实我从小生长在城市，本来不用吃那么多的花生，但我爷爷奶奶年年给我寄。儿行千里，虽远必诛。他们记了，我也记了。我小时候一吃花生就会想流眼泪，父母以为是烹饪方法的问题，用老家榨的高纯度花生油给我炸花生吃。在父母的精心呵护下，自幼体弱多病，家里就鼓励我没事的时候多运动。但过敏症状是这样的，它的症状会随着体内血液循环速度的加快而逐渐抬高，所以我越运动身体就越差，身体变差，家里就让我多运动。后来跑着跑着，我说妈，我好像看见我太爷爷了。我妈说心脏不好，咱就多吃点花生呗。高一那年终于扛不住，第一次休课了。当时是在放学踢足球，第一次休课，不知道身体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但知道不对，想赶紧背包回家。走到学校门口麦当劳，扛不住倒在地上。路人一看，汉堡中毒了，洋垃圾毒害中国人。服务员一看，肯德基派来的吧。店长很仗义啊，他其实可以不用管我，因为我没有倒在店里，但他冒着风险把我救了。我后来真的很感激，给送了一个锦旗，麦当劳救死扶伤，巨无霸妙手回春。然后就把我拉到了医院，打了激素，抽了血，做了检测。医生说你是花生过敏，最好不要吃，吃了饭后1个小时千万别运动。我当时听着如此精准的作案手法，又看了看我爸妈，感觉故乡的花生米正中我的眉心。医生就说你们家以后做饭就不要再用花生油了，我们家就换成了大豆油。
用了1个月，发现我大豆居然也过敏。我家里就陷入了困惑。我爸说，要不咱试试转基因的呢？我说是要转我的基因吗？这些年父母就有点愧疚，老跟我说感觉对不起我，不小心喂我吃了10几年的慢性毒药。我听完心情就很复杂，因为一方面我真的不怪他们，我们村儿祖祖辈辈都吃这个长大，都没问题，换我也想不到孩子会有这种问题。但另外一方面吧，这个比喻太精准了。我爸是一个山东人，我妈是一个河北人，我查了一下，跟潘金莲、西门庆是一样的配置。总有一个人在提供毒药，一个人在负责熬制，就为了送走家里的大郎。我跟故乡的格格不入，还体现在一些观念性上的问题，总会有一些奇怪的对话发生在我和我爷爷奶奶之间。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我爷爷跟我说：“大孙子，你学习成绩好，就是因为你太爷爷埋的特别好。”我说：“怎么我内卷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太爷爷躺平帮我解决了？”我爷爷就说当年下葬那会儿选的坟风水好，叫状元坟，说我靠这个坟能轻轻松松上清华北大。我不理解我爷爷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件事，因为如果我信了这个逻辑，我也很难想着感谢我太爷爷，我应该只会想用我更多的祖宗实现我更多的愿望。我说爷爷，其实我还有几个愿望，你能再为我燃烧一把吗？我发自内心是不信宿命论的，但我发现真到考试的时候，又很难克制自己对这个坟的喜爱之情。他至少让我进考场的时候有一种莫名的自信。我同学问陈明飞：“你今天怎么这么自信？”我说：“因为哥们儿，下面有人。你10年寒窗，哪比得上我几代人默默无言的沉淀？”他说：“这么狂，你是给人塞钱了吗？”我说：“哥们儿，钱多了烧的呀。”就因为有这个状元坟，中学几年一直非常的自信，直到我高考那年，村里修路，把我状元坟给刨了。我说：“谁把我的宝藏人脉带走了？”当时要开棺，然后迁到新祖坟，发现很多祖宗埋太久了，棺跟遗体都变成泥土，没法再真的完整的扛到新祖坟了，就搞了一辆挖土机。很多乡亲没用过，开的不熟练，那个铲斗啊晃得跟颠勺一样，我的祖宗走一路掉一路。那年我的1模2模高考成绩啊，也走一路掉一路。后来高考分出来，差了1分，没有考上清北啊，但是我知足了。确实知足了，因为我知道我太爷爷他已经尽力了。一个破碎的你，怎么保护一个破碎的我呢？但我觉得如果能重来啊，我会跟着那个挖土机，他一边抖我一边说岁岁平安，岁岁平安。拿个扫把收集我的清北碎片。我觉得其实没有太多遗憾，因为我感觉就差一点没考上，跟真考上其实是差不多的。直到我参加了一场线下的脱口秀比赛，那个俱乐部的推文是这么写的：本次比赛的选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清华北大和来自北京的选手陈明飞。我说好像不太一样啊。但那次比赛结果还挺好的，战胜了所有清华北大的选手，而且就多了1票。我当时看着那1票，我说：“是你吗？”但太爷爷，你帮错比赛了呀！谢谢大家，我陈明飞。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林简七，我是林简七。我最近觉得我思维不是很正常，我不知道我自己多大，我只知道我20多岁，
而且我数学特别的不好。我有次打开计算器，用今年减去我的出生年，我是99年的，我就打25减99，然后我看我今年负74了。啊，宝宝，你是一个早产儿啊！作为一个早产儿，我还是觉得我很聪明，我很聪明。比如说，我想在我脑袋的两边纹身，我想在我头发底下就贴着头皮纹一句话，我想纹一句，不是让你别减这么多吗？总在想一些没有用的。我最近一直在想小彩旗，你们还记得吗？15岁的小彩旗在春晚上转了4个小时。我当时看电视的时候，我就不能接受，因为我是一个东北孩子，就在我的世界观里，它就不存在一个台子上它能一人转，你们懂？他就转。我去查了一下他跟春晚的渊源啊，一开始他是在一个舞会上转了2个小时，没有人拦一下孩子。冯小刚看见了，说你能转2个点，你就能转4个点。他不像一个导演，他像一个基金经理。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小彩旗转完之后，它没有一个结束的镜头，就5、4、3、2、1，过年了，画面切回来，它就消失了。为什么不给它设计一个谢幕呢？我好奇呀，我在乎它。你好歹让它转完走一下直线吧。不理解，不理解。我还不太理解奥运会当中的马术项目。我觉得奥运会啊，你不应该比的是人更高、更快、更强吗？那马驮着你又跑又跳的，啊，最后领奖你自己上去了啊。我当时还看见有一个新闻啊，说一个澳大利亚的马术选手，他的药检呈阳性。我说哥们儿，咱那个兴奋剂是不是扎错了？你那么嗨要干啥呀？啊，人家比赛人都骑着马过去，你要背着马上去是吧？我甚至都怀疑这哥们儿他本来他就不是马术选手，他就是嗨了。他一走到那儿，哎，有个马，啊，走就走了。好多人说我的思考非常幼稚，可能是因为幼稚的原因，就我在感情里面也没办法给对方很多的安全感。我记得我有一个前任，他就教我，他说你等每次上车之后，你把车牌照拍下来发给我，这样我会比较有安全感嘛。我就是这么做的，然后过2天他又跟我生气了，他说哎呀，那公交车不用拍。我就这样，我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从小到大我身边也没有太成熟的人，我发小也是，我发小他就是幼稚到有一点抽象，就他仿佛完全没在现代社会里生活过一样，一个东西他愿意念什么名他就念什么名。前2天我问他一个动漫用什么软件看，他说你就用那个哔了呀。我认识他15年了，也不知道他下句话要说什么，他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他每天就幻想自己是2次元当中的主角，今天是炎龙侠，明天是迪迦。我说那你最喜欢的2次元角色是谁呀？他说是欢欢。我说欢欢挺冷门啊，哪部作品里面？他说欢欢你不知道啊，福娃。
我说没想到还是体制内二次元。就有时候我都跟不上他跳脱的思维啊。我跟他在路边挑饭店，我说吃羊蝎子吗？他说不吃了，我海鲜过敏。就首先他以为羊蝎子是蝎子，其次他以为蝎子生活在海洋。我说哥们儿，那蝎子是山里的呀。他说是哈，你一说闻着是有股膻味儿。他有一套自己非常抽象的逻辑。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哎，你有没有想过，其实爬山虎比壁虎更应该叫壁虎？”我说谁？他说：“你看爬山虎，它永远生长在墙壁上，所以应该叫壁虎。壁虎是总是在墙壁上往上爬，像爬山一样，所以它应该叫爬山虎。”我说你给我枪毙了好不好啊？那我脑袋留着还有用啊？我现在分不清爬山虎、壁虎了。但我也在他身上看见了一种幼稚的力量。我就发现，当你一个人你能做到极致的抽象，你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你的心将是铜墙铁壁，你受不到一点伤害。我跟他去参加初中的同学聚会，然后有个初中同学就特别装，跟我们说：“你们呐，以后还是得挣钱呐。你看哥们，我现在啊，银行卡现在7位数了。”我心都碎了。我发小是大吃一惊，说：“啊，多少？我银行卡怎么16位呢？”你是不是因为注册的早啊？好，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大家好，我叫门枪。哎呀，现在出去跟别人自我介绍、参加活动，我说我叫门枪，他们都会很尊重我。他说：“门老师你好，你这个姓氏很少见。”朋友们，我不姓门，门枪是我的艺名。取这个艺名的意图很简单啊，因为脱口秀讲话需要大量的用到舌头，舌头在上海方言里就叫门腔。所以我出生在上海，我现在才叫门腔。我要是出生在北方，我现在就叫口条。哎，有人问我为什么不直接用自己的名字做自我介绍什么的，因为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本名。我很难为情，很害羞。不是李家俊，不是。哎呦，我的本名叫张冰洁，弓长张，冰清玉洁。每次自我介绍都有人会说像个小姑娘的名字，对吧？我知道这种感觉很违和，就好比你去问蝙蝠侠 Batman，What's your real name？ 蝙蝠侠说 My name is Cinderella。哎，名字秀气，我小时候长得也很秀气。课间10分钟，小学的时候跟男同学玩游戏嘛，玩一些角色扮演的游戏，他们就会说：“张冰洁，你来演冰冰公主。”我说我不要当公主，他说那你当丫鬟，我说我当公主，冰冰公主。哎，别的男生分配到的都是那种王子、大侠、将军，我分配到的角色都是公主、格格、千金。我也演过一次将军，花木兰。男同学还总是喜欢在游戏里面追求我，我都没同意，因为课间10分钟不够了解一个人。我冰清玉洁没那么随便。我也不理解他们的追求方式，他们不讨好我，他们就互相决斗，而且他们决斗方式也很奇怪，他们互相吐口水。
我当时感觉你们还来追求我干嘛？你们不需要我了，你们已经在相濡以沫了。后来还是女生来解救我，我们的女班长拿出了她的法宝——行为规范记录表。那群雄性幼崽一下子情绪稳定了。girls 不但 help girls， 还 help girly boys。我问我爸妈为什么要给我起冰洁这个名字，我妈说，因为名字是家长对你的期待，我希望你冰雪聪明，洁身自好。妈妈，这份期待很有难得。我转头问我爸，我说爸，你儿的名字这么小众，你没有意见吗？我爸说，你妈负责起名，我负责姓，这都有分工，还 teamwork。我爸说，而且名字小众有什么？弓长张这个姓氏很大众。我心想什么意思？名字也能风险对冲？我说姓张也不好，姓张太普通了。他说姓张不要太好，你不懂，张是天姓，玉皇大帝就姓张。张是唯一一个别人问你贵姓，你不用回答免贵的姓氏。当我傻子吗？啊！别人问您贵姓，我说老子贵姓张。玉皇大帝就姓张，不懂了吧？很有权力的，这就叫姓张力。我真的不喜欢我这个名字，我说我要改名字，然后我妈说你别觉得冰洁这个名字小。这份期待很大的，因为男人很难同时做到既冰雪聪明又洁身自好。我当时的第一反应不是鼓掌，我看着我爸，你到底做了什么？然后我爸，放心了，他只是不聪明啊。我长大了才懂我妈的意思。我上班当了 HR 之后，我发现很多男同事，尤其是男高管都不太冰洁。10个男领导，7个傻，8个呆，9个不洁身自爱。就我们公司的那个 Mike， 在公司里面同时聊3、4个，下了班还要约3、4个，都不知道他时间怎么分配的。怎么说呢？我们都在朝9晚5，他在朝3暮4。他都这样了，还跟新来的女实习生说：“我这个人就是被动，我注定孤独一个人。”哇，我是一个 HR， 是一个专业的 HR， 出于专业的素质，我不会因为私人事务给同事穿小鞋，仅限于同事期间。他会跳槽的，他会辞职的，辞职之后就涉及到一个事情，叫做背景调查。难道他不怕别人背调的时候打电话打到我这里来吗？他不怕我会这么说？请问麦克是你们公司吗？对，他这个人的工作态度怎么样？被动。团队合作能力呢？注定一个人。那这个人有没有什么优势啊？我说，硬要说优势，时间管理。别说男同事啊，就连最应该注重自身形象的男明星也不太冰洁啊。每隔一段时间，总有一个男人好像由于没有洁身自好上热搜。所以我建议，为了让这些人引以为戒，以后只要不洁身自爱的男人都应该改名叫冰洁。早就应该这样了。之前的吴冰洁。金冰洁。还有那个什么肖冰洁。当然，我也衷心的希望男明星们不要再塌房了，因为张是个大姓，我很怕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那我就只能改姓了，叫门冰洁。张这个天性不重要，天性纯良比较重要。其实不单是男的，冰雪聪明和洁身自好是对人类我觉得思想和道德最美好的期待了。但是大家一听就觉得冰洁这个名字应该是女生的名字，是不是对女的要求太高？这么好的期待，怎么能都让女生占了呢？不把我们的男人放眼里，男人也能顶半边天。我觉得应该要分工 ，team work 一下。
女生先负责冰雪聪明，男生来负责洁身自好。大家以后啊，千万不要再夸男生专一了，因为我们只是做了每一个男孩子都应该做的事儿。谢谢大家，我是张冰洁。大家好，我是石岩。我们家有一个小孩儿现在孩子长得太快了，现在比我高，我都有点不太适应。真的，我从来都没想过，就是对于比我高的人，我还有抚养的义务。反正现在他管我叫妈，我想管他叫爸。我老公既是孩子他爸，也是我爷，也是他自己的孙子。我爸快到青春期了。如果你们家里头没有那种青春期的小孩，其实如果你上网的话，感受是一样的，就都是那种文化程度不高，然后自我意识很强，脾气也不太好。前几天我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就听见2个小孩说，他说今天学的《三国演义》，写的什么玩意儿，想给罗贯中祖坟刨了。我就说文艺圈不好混吧，死多少年了，还有差评呢。他朋友就说，他说啊，那不是文艺作品吗？他说那不行啊，他把曹操写成卑鄙小人了，我觉得他伤害了我，因为我就姓曹。那孩子就说，他说那曹雪芹还姓曹呢。他说曹雪芹哪一班儿？曹雪芹啥哪一班？曹雪芹讲脱口秀的。我青春期的时候没想过刨人祖坟。我是属于那种胡思乱想、智性恋。我那时候成绩不太好，然后但是我生物学的还行，我就天天担心，就是担心将来自己的孩子笨。那个时候就有了那种很严重的生育焦虑。反正我不知道我的孩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天上选妈妈的。我上初中就开始给他选爸爸了。我那个时候我不看帅哥我也不学习，我天天在教室里头研究学校成绩那个大榜。怎么说呢？反正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还是喜欢榜一大哥。但是第一次做父母嘛，确实是踩过很多坑。之前给孩子买过那种学习机，拿到手之后就感觉自己降智了，感觉自己说话像个傻子似的。我说孩子，你看妈妈新给你买个学习机，玩不了游戏，多有意思。你学习吧，他说是学习机，其实就是那种没有游戏的平板。就放在那块儿就是落灰，就天天就是落灰。我说这是学习机吗？这不灰机吗？哎 ，Windows 不联网都能有个扫雷，他没有。好不容易找着一个游戏背单词儿的，说一个单词儿，那个小怪兽就没了。你再说个词组，大怪兽没了。但是你想干掉那个大 boss。你得说一句流利的英语，你就感觉说的不是英语，是咒语。这游戏玩通关之后，孩子就跟老佛爷似的，满脑子就一个想法：我要洋人死。这家长现在就是很脆弱，我就感觉很容易就被一些东西击碎。前2天我在那个书店，在畅销书里看见一本书。叫手把手教你上大专。我有点崩溃了，当时我说什么玩意儿，上大专还用看书啊？上大专有没有可能他就不爱看书？我说这个世界好像变了，就跟我那个时候不一样。我上学的时候看的啥呀？我上学的时候看的可是哈佛女孩刘亦婷啊，后来我上的大专吗？
现在当家长了，直接给你摆一本上大专，让你认清现实。真的，我就问他们店员，我说，你说现在看点啥课外书还能上哈佛呢？他说，要不你看点课内的呢？就是现在书看不明白，现在孩子书包我也看不明白。现在小孩的书包叫大容量减负书包，你就感觉这个书包厂家的老板，他小学就辍学了，因为他但凡念到初中，他马上就能学着物理了。那玩意儿体积越大，质量越大嘛。你体积要变大，质量变小了，那确实是减负了。物理书没带。我就问他们客服，我说你这个大容量减负又是什么原理呀？他说我们吧是在这个书包里头加了一块板子，减少书包呢跟孩子这个颈椎的碰撞，让孩子感觉到减负了。我说那没毛病，你这书包容量不大，你都放不下这块板子。啥叫大容量能感觉到减负了呀？话还能这么说呢？那以后话都能随便说了。我感觉这抽烟还能润肺呢。我感觉喝酒可以保肝随便说呗。我感觉赌博可以发财。随便说了，我感觉录这个节目可以交到真心的朋友。随便说，感觉他们请的这些嘉宾、明星、各位导师，他们都是真的懂喜剧。随便说，我说的是上一季淘汰的嘉宾。哎呀，感觉现在自己有点喝多了呢。随便说了，感觉相声还是有未来的。话都随便说了，现在就感觉家长这些话都随便说。前2天我闺蜜就跟我说，她说：“哎，你说等咱孩子高考那天，咱们是不是就可以穿旗袍了？”我说又开始随便说了哈。我说孩子高考为啥妈妈要穿旗袍啊？腿上写答案了。这个又是什么原理呢？怎么孩子打野辅助咋是换上皮肤了？他说那个旗袍嘛，旗袍旗开得胜啊，寓意好。我说那是，我说那不爸爸光膀子寓意也好啊，寓意每个孩子都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所以我有的时候就觉着《花样年华》里边张曼玉跟梁朝伟他们就是没有孩子，他们要是有孩子的话，根本就浪漫不起来。张曼玉天天穿个旗袍，叼个小烟儿，就是等孩子放学呢。梁朝伟说，如果还有最后一张船票的话，张曼玉说别闹了。孩子今天高考。我今天所有的话都是瞎说的，对不起。但是我现在还有一句正经话要说，其实可以不用把旗开得胜的重任放在妈妈身上，因为孩子有孩子的人生课题，妈妈有妈妈的花样年华，不然的话我们都是一样的年华。讲完了，谢谢。大家好，我叫陈爱。我去年过得不太好，一直在搬家，而且很倒霉。我搬到哪儿修路，搬到哪儿修路，我都怀疑上海这城市发展不会是我带动的吧？怎么追着我发展呢？是不是上海原本都没有这么多路？我搬多了，才有了路。最近住的地方倒是不修路了，给我弄钟点来了。我甚至发现附近还有个火葬场。本来我只想找个偏点的地方，那这也太偏了，偏到让你觉得这地方就该有火葬场。还有农家乐，也合理。
喜丧嘛，方便吃席。这边刚烧上，那边已经起菜了，真的很近。我在家导航过，我家离火葬场不到800米，导航推荐我步行。现在出发，预计10分钟到达目的地。这个距离让我特别有安全感，感觉人生都有了退路，就很方便。我去剧场坐地铁还有1个半小时，火葬场10分钟走到了。你知道这对我的意义吗？脱口秀讲得好还行，要是讲得不好，我就去那边逛逛。这儿火不了，还能去那儿火一把。没法在台上风光，我就去火葬场风风光光。而且当你的人生有了退路，你的心态都会特别好。比如我现在都不怕别人催婚，每次听人说你现在不结婚不生孩子，以后死的时候都没人给你送终。我想10分钟的路，送啥送？他们来的没我走得快呢。而且送终这事儿我有经验，我送过我姥，还是2回。因为前几年我姥姥90多的时候说不行了，当时我们所有人请假，坐最快的一班飞机，专门跑过去给我姥姥送终，送了2个多月，没送到位，就先回去了。走的时候我姥姥还挺精神，还说要送送我。真的送终真的不能太久，心态会变化。刚去的时候我想，姥姥我舍不得你，但2个月之后我开始觉得，早知道换个便宜点的高铁了，反正你又不着急，来的早不是来的巧吗？所以电视里见亲人最后一面都是姥姥我来晚了，我们是姥姥我来早了。就不能有一次正正好，说姥姥，我来着了。而且我姥姥后来也没走嘛，她就过了1年多之后才走的。这中间我还生了一场大病，差点走她前面。走她前面也很尴尬，我姥姥得咋想？太客气了吧？说好送我走，咋成带我走了呢？所以经历过这件事之后，我绝对不让别人给我送终，因为我特别害怕麻烦别人，尤其是让别人把所有事都推了，专门过来等我死，没有礼貌。而且是等我死，就你们被人等过没有？本来也不着急，越等越急呀，还是这么多人同时等我，就感觉再活下去都有点不懂事儿了。所以到时候他们来，我也会把人都赶走。我说都回去吧，别等了，我按照自己节奏慢慢来。真的，我觉得送终这件事儿就是有人在你面前等你死，一旦弄清它的本质，甚至可以改变一些规则。比如送终一定得是亲人吗？仇人也行啊。反正大家目标一致，就是送你走嘛。反正我不知道你们，但是如果我哪个远房亲戚要走了，我都不一定想去。我想谁呀？没见过，没啥感情。但如果我最恨那个人要走了，我绝对去。
感情太深了。我不光想送送他，我都想催催他。甚至到时候他走了，别说请假，辞职我都去。反正公司少我一个也死不了，但那边少我一个，我怕他活。而且我送终应该比那些亲人有效率，只要我去，一定给他送走。你们应该也能听出来，我现在有点绝望。确实，今年录这个节目，演员一个个都很卷，还在那争什么复活金牌，有啥用？能复活我姥姥吗？而且我看到这些人在台上那么拼，我就想，你们这么努力图啥？不就是想火，想燃吗？我家那边也能办到。一会儿讲完，有梦想、有野心的人都跟我回去。很方便。你在台上想火，需要很努力逗笑观众，也不一定成功。但到我家那边，只需要先躺平，然后跟师傅说：“麻烦你，我要大火。”这样就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嘻哈。谢谢，今年终于上来上节目了啊！因为一直有工作，是个空姐。哇，你们今天的反应真的很棒。之前有些观众听到这，你根本就不像，我又不直接这样上。我们空姐要选上之后，要经过非常程序化并且非常系统的培训之后才能上岗。我觉得能理解，但是唯一不能理解的是，其中有一项培训很奇葩，就是把我们所有人带进一架空飞机，给我们一个真实的餐车、水车，让我们对着空座位想象那里有旅客，给他们服务。无法想象是吧？给你们演示一遍，空的。你好，欢迎乘舰，里面请不要打我。就想象嘛，而且还要考试，所以考试当天我就发得很快。我说老师，我发完了。老师看着我说，你怎么这么快就发完了？你同学才发2排，你怎么这么快就发完了？我看着一脸认真的我的老师和我这边的空座位，我说我这边的旅客他们都不要。我老师非常生气，看着我说，我飞了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飞机上138个旅客什么都不要。我说小声点，他们都睡了。模拟？你怎么模拟？当我真的上飞机工作之后，我发现有些问题真的模拟不了。你不要说旅客的行为了，我连我同事的行为都模拟不了。有一次飞行，我和我同事一起给旅客发水，他一不小心把水洒在了旅客身上，当时情况非常紧急，我看了他一眼，他突然开始假装飞机颠簸。他开始好颠，颠回了工作间。当时那个旅客端着杯子看着我，我看着越颠越远的同事。我那个旅客问我，到底谁在颠？啊？这个水有没有人过来擦一下？我说，我当时心里想的跟我手上做的事情一模一样。我说，我擦。真的很多东西是模拟不了的，一旦跟人挂钩，人是很复杂的，对吧？模拟不了。有一次，一个旅客上飞机，自己的耳机坏掉了，找我要飞机上的耳机。但
但是因为飞机上耳机的插孔跟他的手机插孔不匹配，而跟我大发雷霆。不给他报纸杂志他都不要，他一把给我摔开，他夹着机票指着我的脸说：“我今天上飞机就是专门来听歌的，听不了歌我就投诉。”他这句话简直给我当头一棒，当当！而且当时周围所有的旅客都已经探出头来想看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我被逼到那个地方没有办法，我蹲下问他：“你想听什么？”我给您唱。他说：“铿锵玫瑰。”我说：“我不会。”他投诉：“一切美好只是昨日沉醉。”单，最后还是被投诉了，因为把他旁边的旅客唱醒了。旁边旅客拔地而起：“老子今天上飞机不是来听你鬼叫的。”而且我飞得越久啊，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复杂。前段时间有一次夜航，一个旅客坐在3个人一排的中间位置，飞行时间太长了，他觉得有点热，他就去厕所把他那个秋裤脱掉。他脱秋裤我能理解哦，他脱的时候看到那个厕所有那个洗手液，他将就在厕所把他那个秋裤洗了。他该不会觉得飞机颠簸可以把他那个裤子甩干吧？洗完他拧得半干啊，他偷偷出来，悄悄地走到自己那一排。夜航嘛，所有旅客都睡了，他打开他头顶上方的行李架，把秋裤晾在行李架的边缘，然后把行李架盖了过去，最后把裤腿轻轻地搭在过道旅客的肩膀上，像献了一个哈达。而做完这一切，他发现过道旅客并没有醒，他悄悄地跨过他，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他以为这一切没有人看见，可是靠窗的旅客看到了。我这样说，大家是不是有点科幻，有点想象不出来这个场景？我们看一下气氛组的老师，就类似于郭麒麟把他的秋裤洗了之后，晾在了杨天真的头上。杨天真醒的时候被滴醒了，发现一身都是水，把空姐叫过来说是谁的秋裤。当时空姐目瞪口呆。杨天真怒发冲冠，郭麒麟默不作声。这条秋裤无人认领，但是当时马东站起来揭发了郭麒麟。郭麒麟反手一巴掌：“你是奇葩吗？什么都说。”当时天真气的都不天真了，哇，3个人打得不可开交。我当时啊，就跟侯佩岑老师一模一样，礼貌的微笑站在旁边，你们不要再打了啦。怎么办？好害怕。当时场景就是这个样子，跟大家还原一下，来看回来。但马东老师被打了之后素质非常高，都没有还手，直接捂住自己刚割的眼袋说报警。所以就报警了嘛。报完警我就准备去把那个秋裤收下来，但杨天真老师制止了我，他说我要保护案发现场。我尊重，所以这条秋裤就这样飘荡着在客舱落地了。落地后，警察上来也没有想到，我的飞机上3个人因为一条秋裤打了起来。他把我叫过去，你作为一个乘务长，这么简单的问题解决不了吗？哪个要你就给哪个呀。我说有没有可能是哪个都不要呢？说完，我带着警察进客舱，我说来。一进去，我们2个就看见3个人扯着2条裤腿打得动次打次噼里啪啦的，事态已经无法控制了。警察很快把这群秋裤子乐队带走了。下飞机之后，我还是写了很多材料报备这个事情，最后还是被投诉了。
我后来想了一下，反思了一下，可能当时确实是我处理的不够好，我就应该直接用那条球裤把我吊死。最后我发现，其实工作这么多年来遇到的事情，从来都没有按照所谓的模拟过来发生。我做再多的准备，突发事件依旧会不断的刷新我的人生难度。但是我总结出一个经验：只要我勇敢面对，付出真心，我就一定能获得真心的投诉。所以希望大家多谅解他人，少晾条秋裤。谢谢大家嘻哈。感觉都是我的托儿啊。来了啊！大家好，我叫辛博。小时候我就在农村生活，你说农村的医疗条件不是特别好，我爸妈就属于那种小病自己看，大病互相看，新型家庭合作医疗。从小我身体不是特别好，经常吃药，但就没吃过那种 OTC 的。我爸指着 OTC 的标志给我讲过，儿子，你记着啊，这个牌子的药啊，没劲儿。就是我能得什么病，主要取决于他们听说过什么病。在我理解，这就是听诊。小学的时候发现我后腰有块骨头特别明显，我爸给我的诊断是腰椎间盘突出。科普一下，这个病的发病期是19岁到50岁之间，那年我7岁。每天都给我按，朝我的突出部猛攻。有朋友问你爸就这么胡来，你妈也不管，我爸负责按，我妈负责按着我。我甚至在想，小的时候走丢了，警察问我爸：“哎，你儿子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体貌特征吗？”要不说你们当不了我爸。我爸都得说腰上有我的指纹，能解锁我儿子。后来11、12岁。我就开始长喉结，有点害怕，这能按死我吧？天天夹着嗓子说话，转移了，颈椎间盘也突出了。还有一次就是高中打篮球，被队友踩在了我的脚趾上，淤血一直不好。我妈的诊断是灰指甲。当时我爸已经外出打工了，但是通过电话的方式远程参与了我的会诊。2位专家的意见高度一致，确诊真菌感染，就开始了我长达18年的漫漫指甲路。听说那个5%盐酸阿莫罗芬有效果，吃了半个月让我停掉了。说儿子，我发现这个好像是个外用药。怪不得口腔都不溃疡了呢。我们东北有个菜叫小鸡儿炖蘑菇，我们家经常做。鸡肉可以不吃，那个鸡爪子得留给我，那个指甲我最好吞掉。说是吃啥补啥，以形补形，但不让我吃蘑菇，说那都是真菌。按照这个说法，我特别心疼云南人民，那就是全球灰指甲发病率的高地。我只听说过剑手青，不知道有没有剑角灰。昆明就是满城尽带灰指甲。这么多年，我心里一直有疑问，就我虽然得了灰指甲，但我始终都没有传染俩。我妈给我的解释是，起码咱们控制住了。直到去年去捏脚，技师大哥看了一眼我的脚趾，说：“老弟啊，你这是湿疹。”
你回去买一管莫匹罗星，我买了一管将信将疑，因为上面写着 OTC。这能有劲儿吗？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抹了半个月就好了，我感觉我的指甲都想给我托梦。18年了。当然，我爸妈也不是意见经常一致。北方冬天经常流感肆虐，本来一家人整整齐齐吃着晚饭，我好死不死打了个喷嚏。你知道，在我们家，如果我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没有人想我，但一定有人想治我。我爸说是甲流，我妈说乙流。两个人争执不下这种决定，为了我2种药我各吃一半。这2个药的核心，一个叫阿比多尔，一个叫奥司他韦，都有一定的副作用。阿比多尔胃胀气，奥司他韦拉肚子。我奉劝各位啊，不要在胃胀气的时候拉肚子。我就像一台装了氮气的跑车。我爸决定送我去医院，因为他发现我的瞳孔开始有点涣散，说我太爷走的时候就这种眼神。医生建议打青霉素，我爸说：“我儿子必须用最好的药，头孢，打上就退烧，不打就高烧，反反复复1个多月，我才肺炎。”拍了片子说我的肺上有阴影。我说怎么不拍拍心里啊？就那么个条件，大多时候就能靠经验、靠直觉。我受过教育，我现在自己生病就是上网学。啊，我们不看病就是我们家的遗传病，我们家也算是2代行医。不过这几年，我爸妈通过短视频这些中老年科研平台，学到了很多新的医学理论，发现对我有诸多误诊。经常喝点酒就会跟我道歉，说儿子会不会埋怨爸爸？我说怎么可能呢，对吧？你们含辛茹苦把我养大，以后就是我养你们。爸，你可要保重好身体呀！咱家的好日子都在后边呢。妈，你也是，我帮你按。原生家庭，在我的理解就是原谅生我的家庭。这可能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是在我内心里还是希望我爸妈有朝一日能跟我道歉，跟我说孩子对不起，毕竟爸妈也是第一次当医生。谢谢大家，我是辛博。